不得了了，現在基本中在送上太空，組織空間站，送上月球，還探索火星，多大能量啊！所以工業革命它表現是一種能量。為什麼石油委員有石油有資源以後這麼厲害呢？這麼打得一塌糊塗呢？它表現為這個東西。而我們沒錢，就沒有能量，沒有力量，它怎麼做成的呢？顯然是還有另外一种力量發生作用了。这个时候，請大家去翻一翻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導言》，自然辯證法導言，恩格斯對這是這樣解釋的：精神的運動，它遵循的是和物質運動正好相反的規律。因為物質的運動，它是個減數運動，它要消耗能量，而精神的運動，你想一想什麼東西，消耗很少能量的，它是另外一個東西，它遵循的和物質運動正好相反的規律。它原話是這樣的：精神的運動遵循的是和物質運動正好相反的規律，它與它出發點的距離的平方成正比。好，這就是當代我們現在全世界領域都揭開了，被改革開放中的一個試驗田揭開了，全世界的混亂，現在全世界的混亂。也就是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的結論，在農業文明時代，資本，我們先解釋什麼叫資本。任何資本，它都是在生產要素的組合當中，中間的那一位，決定其他生產要素的一位，核心的一位。我把這個生產要素叫資本，它並不等於是貨幣，貨幣不天然等於資本。它在農業文明時代就不叫資本，農業文明時代，資本形式表現為土地。這誰有土地？你看國與國之間打仗，攻城略地，賠款，財富的表現形式，帝國有多少錢，有多少土地。國王有多少座城池？它資本表現成這個，表現為土地。經過工業革命發生了，它需要大量的那個生產資料的交流，它需要貨幣。貨幣發現，貨幣四種功能，其中有一種功能就是它有一種功能價值思路，還有一種功能是流通手段。如果說沒有那個流通的那個媒介，流通手段就貨幣，就無法發生工業革命，無法正常運行。所以貨幣就是我們說的資金，它就成為了資本，就成為了整個運動組合所有生產資料的中心。它變成資本了，它可以指揮其他，決定其他要素。但我們這時代變化了，難道沒錢？就300塊錢人民幣，如果貨幣我們只300塊錢。可是我們運動的那個整個貨幣多少億、多少10億，到這個級別了，多少億、多少10億，換飛機就10幾個億嘛，或換飛機那一下就10幾個億，衛星更大，數量更大，就300塊錢怎麼不可能完成這個事兒？所以它不能夠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這個運動的中心了。運動中心什麼東西呢？我們得出個結論。它是一個想法，我們很長時間苦惱這個問題，我們很長時間非常苦惱。有倪虹坐在那兒的，他當時就做秘書，我們是非常苦惱，就不知道這個力量從哪兒來的，不知道這個力量從哪兒來的。我們想出各種主義來解釋不通。所以我們不種田，我們不是第一產業，分類的話產業分類，我們不是種地，不是農業。不是第一產業，我們也不生產東西，也不是加工業，也不是工業，也不做買賣，也不做買賣，也不開銀行，也不經商業服務，也不是服務業，我們就不知道我是什麼產業，但是吃不下，所以在懷疑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們自己想不出來是什麼東西，好，我們就隨便自己發明個詞叫第四產業。還是解釋不通。就第一產業是農業產業，第二產業是工業產業，第三產業是服務產業。好，我們現在又生出了第四產業，都解釋不通，總解釋不通，也想不出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1996年元旦那一天，我想了好多年，都想不出来，这是没有名称。我喜歡旅游，我喜歡爬山。元旦那天，我們就全公司几個職工去爬五台山，東台看日出，就走到一個地方叫戴羅頂，很高，我們爬上去很僵。我靠一张坡票，碰見那還沒修上五台山呢，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後回來，有時候回來的時候回首，哎呀，那真是个天氣。绝壁底下一條大道，通向那個很遠的地方。那大道上有很大的字兒，手指這麼大的字兒，公路上坐這個字兒，大智路，大智路，大小的大，智慧的智，道路的路，大智路。哎呀，這是個天氣。我們尋找名詞來代表我們發現的一種形式。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就出來慢慢走下來。現在還在，大概是10天以前吧，是12號這一天，反正就是1周以前。我為了證明這個事兒，我就把我搞錯了。我們還先去了一次五台山，去了還找到地方，還找到了。還有一個造福書寫了他題詞的大智路，一塊方碑，一個亭子。這個路開始了，就是要爬1080步台階，也就是很好的爬上去。对，彼此的皮肤是沒有80度，也有70度，那個彼此有陡坡，一共有1080級台階，從那兒才爬到這個廟裡邊去。跟上就是大智路就是開始的，大智怎麼形成的？和台灣一個什麼和尚，哪個大僧法師，修建這條路，當時臨居以後，我們知道這個事兒，我認為就我們是尋找很久的一個名詞兒，它叫智慧。好，以後就反過也就智慧，智和慧，知識的智，慧就聰慧的慧。知識就是大家要掌握很多信息，掌握對事物的描述，對事物規律的了解，我們叫知識。慧就在這個知識的基礎上，通過非常複雜的思維活動，很神秘的突然靈機一動，產生一個主意，就智慧。我現在智慧是這樣理解的，我就是這樣理解的。智慧就是說，用佛學界理解就是禪宗，他理解就是首先一個人要處於一種覺悟狀態，首先要有那種信息，要覺悟想問題，要占有大量的信息，就知識，占有大量信息，現在用人力的這種數據，大量的數據。第二，比較自悟，就是想的過程中連續不斷多少年的想考慮的問題，再就是見悟，就不是一天兩天成的這個事兒，要不停在實踐當中吸收營養，豐富自己知識，它終有一天功德圓滿，水到渠成。好，頓悟，還有那個佛家那個叫頓悟，突然想到個什麼事兒，大家肯定有這些意義，思考問題思考很久，可能思考幾天，思考幾小時，也許思考幾年，他慢慢總有一天突然發生了。所以在這個事兒，自然科學家也是這樣的。好，我們這個智慧這個詞就是這樣解釋的。我們那種經濟形勢也是這樣，就是我們在取名命名為智慧經濟。智慧經濟是這樣來的，為什麼呢？我們就認為智慧經濟，我們面臨這個時代，就像工業文明取代了農業文明一樣，工業革命取代了農業革命一樣，我們正在取代工業革命，取代工業文明，就是我們中國人在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指引下，
經過很多人的探索，終於發現了人類下一個階段，不是說現在第3次工業革命、第4次工業革命，應該是信息革命。這我還帶了一些東西，有一個店，就是我們6月1號在那裡講的，這是叫道理，太枯燥，沒有占用大家更多的時間，太枯燥。我把時間留給大家，随便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所以我們就把它命名為智慧革命。我们面臨的實踐，我們要否定以貨幣資本為中心的這樣一個時代。農業文明時代的資本表現形式是土地，在工業文明時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它表現的是貨幣，就是貨幣為中心變成資本了。在下一個時代，我們正在進入這個時代，從數到尾就沒錢，就是以新主義創新應該成為一個時代創造財富的中心，就成為資本。所以想法、智慧就成為了資本了。這個時代正在到來，正在我們身邊產生，不再是貨幣了。所以我要結束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結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空手道，照着想得出來，不停的堅持，總要想出科學的方法来解释這個問題，来解決這個問題。好，难的實驗，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個完美的解釋了。我也寫出來了，給公眾綜合會發表的。我們現在這次開始就是說，就相當於自然科學裡邊實驗室實驗成功了。這實驗室有什麼定理成功了，但是中式在更大的範圍內，它的並不具有普遍的價值、普遍的意義。今天我請大家要傳遞給全社會的一個信號，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把這套整個這套搬到網上去，不會像今天講這麼簡單，可能要講至少講半年。它是門學問，是門科學，還有很多。為什麼要這麼講？為什麼這種結論？憑據在哪兒？你成功的經驗在哪兒？大概講半年，每周講一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網上平台，所以這為什麼叫難的實驗網？就線上平台呢？線上平台其實就是相當於自然科學的中式。如果說在更大的範圍內，我們就設計了一個，不是想講一堂課，來個人講幾堂課，有幾千塊錢報名費，那實驗我也不說不對，反正我不做這個事兒，我不做這個事情。就是我在網上講，一個人整個費用1年280塊錢。我說的數字都是很多人恥笑我，說人家一說講堂課有10多少萬塊錢，有2000塊明碼標價27萬，你說280塊錢，都好像不好意思一樣，什麼不好意思？我就希望能更多人了解這個事情，報名以後交280塊錢，就獲得一個，我們有很多後台的工作人員。跟每一個報名的人準備一個賬號，每一個人準備一個賬號。我們每一周播送一次，我要講解，可能時間也是，我要講每個細節，就是我們每一業務是如何完成的，每一業務飛機怎麼完成的，衛星怎麼完成的，一個城市怎麼滿洲里怎麼建設起來的？拍電影的過程，如何炸喜馬拉雅山的？炸喜馬拉雅不是噱頭，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只要我們願意做，還可能做到。今天說還是可能做到的，不是妄想。當時聚集了全國的所有的一些科學家，怪水的科學家，還把聯合國副秘書長支朝柱。他是副秘書長，他管水的，因為現在國際河流啊，整個那個衡山山脈的所有河流，南长江啊、怒江啊那些河流，
就是國際合作其他來參與的。你比如當時工商聯那個副主席胡樂平，胡耀邦的大公子也很熱心這個事兒。每周星期三就是南德总派去4輛車，當時車多呀，基本專家全體來，每周星期三討論一個下午，討論了各種各樣的方案。現在方案還在執行，这我也写着，现在執行到什麼程度了？我也會向大家報告，每一件事情我都向大家報告。所以大概這個時間，整個除開報告這個事以外，我們還有什麼想法呢？我們希望更多的同志，特別年輕的同志，能夠參與南德實驗。我們未來所有年輕同志準備了一套如何參與這個南德實驗的一個道路。你比如說現在說，我們解決一個實際問題，我們大家都說產能過剩，大家失業人員很多，停工停產很多。其實這個問題，如果說認真想一下，不是問題，剛好是個機會。我就非常同意基辛格對漢語的危機的解釋。什麼叫危？什麼叫機？危險和機會。這危險和機會結合在一塊兒的時候，就是一個發展我們最好的時機。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時機。我們改革開放怎麼開始的？我記得83年會議，1985年，因83年就改革開放起步比較早的原来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有一個就是一個轮船，長江上的一條遊輪叫83號，83號從重慶起航，包括我們國家很多經濟界的領導人、國務院的領導人，我們國家很多學者，再請了那個改革開放的南斯拉夫啊、匈牙利啊、波蘭的那些國家的經濟學家，這個船上從重慶起航到上海5天的85年，有一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就中國目前處於短缺經濟時代。我們說叫標準經濟，它經濟的語言叫短缺經濟。什麼叫缺？因為大家在座的年紀大一點，什么都2百粮食要粮票，船也要买布票，那個稍微有點的要票，甚至實驗要原票。什麼叫沒有必要票的？短缺經濟。我們現在發現，南德公司我們南市發現，俄羅斯是短缺經濟時代，俄羅斯現在是處于短缺經濟時代。整個非洲14億人，54個國家處於短缺經濟時代。短缺到什麼程度？短缺到連手指都造不出來，現在趕場非洲的人，我们公司也在非洲的實驗，都發大財了。